放心，这不是鸿门宴。我跟你说，别人搞不到的葡萄，我可以。这么晚找我过来有什么事吗？我想跟你聊一聊。我们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可聊的，没事我就先走了。齐总工还是这么性急啊？我既然让你来，肯定是有事情要跟你说。你说。我想知道，你现在是否深得庄主信任？你跟艺兴之间，是不是还是无话不谈？我跟艺兴互相帮助了这么多年，关系怎么样，有明眼人看得出来。不用你挑拨离间。我不屑于挑拨你们俩的关系，只是有些事儿你向他坦白，他不一定向你坦白。高玉姐，我今天真的没有心情跟你在这里阴阳怪气的。如果你想在我身上找平衡感，省省心吧。艺兴跟邱意涵准备从外地买葡萄酿葡萄酒，这件事你知道吗？你再说一遍。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没有，我可能是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许静，我们一起共事那么久了，我希望你不仅仅把我当成你的庄主，还可以把我当成你的朋友。所以有任何问题，你都可以跟我讲。没有啊，我挺好的。你不是找我有事儿吗？怎么了？哦，是这样，这2年我们酒庄的销售一直都是你在负责。你也知道，生意越来越好了，但是库存和产量慢慢跟不上了，所以我想跟你聊一聊增产的问题。增产？关于酿造的问题，你应该跟齐公说这个事儿啊，跟我可能就……我就是怕他不同意，所以先找你聊一聊，看看你怎么想。你说。我呢，之前找过意涵姐，她告诉我呀，可以从产区以外的地方采购葡萄，拿回来酿造。你怎么看？怪不得你没有跟齐公说这个事儿。如果他要知道的话，肯定不会同意的。他和石老一样，对家乡的葡萄很执着。那如果单从销售的层面来分析，你觉得可行吗？从我的角度来看，完全可行。只要我们建立一套收购标准，另外控制成本，给经销商足够的利润空间，他们会接受的。那太好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把这个任务交给市场部。好啊，我会去研究一下，把市场部的人撒出去，全力以赴收购酿酒葡萄。不过我还没有想好怎么跟齐路说，你先不要告诉他。你放心，我知道。高玉洁，你去找齐路的事儿，我早就知道。我之所以选择不说，是因为我想看看你到底会怎么做。你今天能来找我，说明你心里还有一丝坦荡。你放心，我不会开除你，因为这件事情并没有给我的酒庄造成任何损失。但是，我也要提醒你，不要把你的本事用在不该用的地方。有些事情，该放则放。只要你愿意放下过去，我自然是愿意给你机会的。谢谢邱总，谢谢。如果不是别人告诉我，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什么呀？你打算酒酿出来再告诉我吗？哦，你别着急啊，我只是觉得这是条路子。一星，我原来以为你只是单纯，现在看来不是。你是愚蠢，连邱一涵的提议你都能同意。从外地进葡萄，齐路，我知道你对葡萄的品质是有要求的，但这不代表从外地进葡萄就一定是残次品。我们依然会好好把握葡萄的品质。我的话你没听明白是吗？外地的葡萄和本地的葡萄能一样吗？除了产地不同，都是酿酒葡萄，有什么不一样呢？行，那今天我把话跟你说明了，只要我在酒庄1天，我就坚决不同意用外地的葡萄酿酒。为什么呀？大家不都是这么做的吗？原因我已经说过了，我不想再重复。一星，只要我还是你的酿酒师，我就要对酒庄里的每一瓶酒负责。就因为你是我的酿酒师，我一直很尊重你。
我以你为主，给你最大的发挥空间。之前我听了你的建议，买了地，扩大了葡萄园。你说要品丽珠，我二话不说的中了。你又说要黑比诺，我把刚刚挂过的雷司令铲掉了50亩。研发新品是酿酒师的职责，可是我的职业道德和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去做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如果你连这点都没有办法跟我统一战线的话，我跟你没话说了。外地葡萄和我，你选一个。这不是非黑即白的问题，我们可以商量啊。没得商量。行，看来我是劝不动你了，我走。你现在从外面随便找个人过来，都比我在这里跟你对着干强。齐路，你等一下。我自认为这些年我们2个人配合得很好。你负责酿酒，我负责管理，在专业方面你的能力无话可说。整个产区有哪个酿酒师可以在漏业的情况下依然拿到国际大奖？但就算你再厉害，没有葡萄也是白费啊！现在酒庄上上下下这么多人，市场才刚刚打开，我要考虑的是经营，是运转，是怎么让新兴酒庄的品牌越打越响。我能够理解你的坚持，你能不能也理解一下我的难处？随着贺兰山东路产区葡萄酒产业的加速发展，酿酒葡萄供不应求，越来越多的酒庄盯上了外来产区的葡萄，可参差不齐的品质正在侵蚀着东路产区来之不易的信誉。怎么了？又考砸啦？中考就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障碍。为什么要在中考前有这么多的模拟考试跟这么多的模拟填报志愿呢？杀了我！至于吧？这次的测试挺简单的呀。秦阳，你一个全市前3名的学霸，跟我这个全市后30名的学渣说这考试题挺简单的，你考虑过我感受没有？你还是不是朋友？我不是这个意思。不过你可得想好了，要怎么跟邱阿姨交代你这成绩。98年，我们对外公布了《宁夏回族自治区1998至2002年农业产业化发展规划纲要》，我们提出了1廊1新3城5群10镇100庄的发展思路。秦局长，今天就是把我砍了头，拖出去，我也要进办公室。胡庄主，你先别着急，你先坐一会儿好不好？我采访马上结束了，结束之后上午剩余的时间全是你的，行不行？我要是能坐得住的话，我就不会进你的办公室了。大家都已经火烧眉毛了，你还冲着这个机器啊，一个这样，2个这样。如果产业完蛋了，你整这些虚头巴脑的是没有用的。胡建明同志，我想跟你强调一下。我刚才说那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产业规划，不是你所谓那些虚头巴脑的事情。我秦鹤鸣从来不会做冠冕文章。好，秦局长，那您能不能跟着我，去庄主沙龙上讲？敢不敢面对葡萄种植户讲？我有什么不敢的？走，现在走。哎，秦局长，我们这个采访还没结束呢。对不起啊，你们也看见了，人家都打上门来了，我得应战呢。既然你们是想采访葡萄酒产业发展的情况，那这样吧，跟我们一起去见见那些庄主们，听他们诉苦。这不正好是第一手的素材吗？总比我一个人坐在这儿干说要强吧？好，走。我是想来帮大家解决问题的，但是现在你说这样子，你说怎么弄？各位庄主，各位庄主，我们有什么话能不能坐下来说？哎，各位庄主朋友，哎，听我说两句吧，听我说两句啊！你们现在呢，庄这些情况呢，我已经知道了。我今天来这儿，就说明政府是想协助大家解决问题的。我们搞这个庄主沙龙，也是为了方便大家沟通交流。你看，我们能不能坐下来之后，我们慢慢说，好不好？秦局长，既然您这样说呢，我们大家心里也算有点安慰了。我看秦局长态度都这么诚恳了，咱们大家不如坐下，看看秦局长有什么办法。可以，来坐吧，请坐，请坐。
这个秦局长啊，我们响应政府的号召，来到了贺兰山脚下。我光整这块土地就花了5000多万，现在每年还要投入1000多万，可地里的苗苗呢，才这么一点点。现在不是我自己撑不下去了，大家伙都撑不下去了，都撑不下去了，是真的撑不下去了，难受死了。2年整地筛石头，3年不结果，6、7年以上的果子才能酿出好酒，怎么算都需要10年以上的投入期啊！我们也不是找政府来要钱，可我们确实造血无门。秦局长，现在市场上的酿酒葡萄的价格已经炒到了原来的2倍了。不瞒您说，已经有人偷偷的从外地买葡萄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如果外地葡萄事情再不解决，我们又没有葡萄可以酿酒，那我们也要考虑从外地买葡萄。好，大家安静，大家安静，来，安静一下。秦局长，大家讲了这么多，既是诉苦，也是对你的期望。你想想啊，如果都到外地去买葡萄，甚至直接购买进口原酒做贴牌，那对产区这是毁灭性的打击啊！那我们呢，血本无归呀！我们还是希望政府出真招，出实招啊！出实招，真招，而不是条条框框，要真正能够帮得上我们的忙。各位庄主啊，你们想表达的意思我已经听明白了。有些情况我们是掌握的，但是还有一些情况，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比方说购买国外的原酒，勾兑贴标；再比如说，去购买产区外的葡萄，再拿回来进行酿造。我在这儿想强调一点，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事情。具体的措施，我们需要等到财政配套和相关部门协调之后，才会拿出方案来。但是我今天在这儿，我可以向大家承诺2件事情。第一，我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打击那些破坏产区声誉行为；第二，我们一定会虚心地去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比方说出台严格的产区保护制度，并推动到立法层面。秦局长，您的意思是您要推动为产区立法？可以这么理解。那是好事儿啊！如果产区立法了的话，以后有法规的话是好事。保护我们是本地企业。秦克明，葡萄对于整个产业的重要性，不用我再跟你强调了吧？你怎么能任由各个酒庄为了争抢葡萄而私下哄抬价格的现象出现呢？还有，我听说有些酒庄正在使用外地的葡萄酿制我们本地的葡萄酒，这些事情你打算怎么处理吧？常副店长，您先消消气儿啊！来来来，您先坐，先坐，您坐，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那个，听我给您解释啊。其实对于葡萄短缺造成的问题，我们之前早就已经得到消息了，并且已经在控制了。目前呢，对那些有需求的酒庄，进行了提供原料的帮助。同时呢，我们已经向有关部门申请了，对于那些破坏市场的行为，一定要给予最严厉的惩处。我相信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得到好转的。另外啊，对于那些购买外地葡萄酿酒的事情，我们也在极力的劝阻。的确，这口子不能开，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产业的稳定。您就放心好了，这些事情我们都在跟进，我一定会处理好的。贺明啊，不是我逼你，也不是看不到你的努力，只是我们不能拿咱们宁夏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产业开玩笑。是，我理解您的心情。这个产业是咱们自己的孩子嘛，您心疼，我也是。我一定会竭尽我的所能去呵护它、保护它，让它有朝一日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你有这个决心，我就踏实了。你只管往前冲，有什么事，我给你扛着。有您支持，我什么都不怕。我就是觉得能不能把对于葡萄酒产地的限制写进草案里。我听说老秦呢，最近在紧急处理哄抬葡萄价格的事情。另外，对那些从外地购买葡萄的酒庄，也开始了干预和制止。你之前买那些葡萄，你打算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啊？这个风口浪尖上，
我不仅不能用外地的葡萄，我还得大力的支持他们关于葡萄限地的决策，不然我不就成了靶子了吗？我怎么不信你这么老实啊？嗯，你一定有自己的后招。爸爸，说实话啊，还是你最了解我。我跟你说啊，我之前呢就想到了，肯定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所以我就提前找好了下家，葡萄到我手里转手一卖，你的酒庄放心吧，略有兴趣。像波尔多南岛、美国加州等等，这些世界上主要葡萄酒产区，都有着自己的严格的管理体系。我们的立法是早晚的事儿。来，说说你的具体想法。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原料，必须使用产区内的葡萄，否则禁止使用贺兰山东路产区地理标识。然后就是质量标准，种植环节，坚决不允许使用农药和化肥，这是我们的底线。一旦发现违反，纳入黑名单，终身禁入。再有就是生产环节，酿造和发酵全过程，严禁使用不必要的添加剂，严禁使用产区外的原酒进行勾兑。这2点我完全赞同。还有2个内容需要细化：一是产区保护，产区内绝不允许出现污染企业；二是执法主体必须明确，否则，即便是人大立了法，也会被束之高阁。我建议利用好紫梦荷兰品鉴网和庄主沙龙平台这2个渠道，广泛征求行业内的意见。张小米，马上就要中考了，你知不知道中考对你的重要性啊？你就这点成绩，你能考上什么好高中？你还想不想上大学了？你指望着我养你一辈子吗？说话，我问你话呢。又怎么了？我还在门口呢，听到你们吵吵。爸，你少给我搬救兵！别怕，你们俩给我分开！我不就这次没考好吗？你是这次没考好吗？张小米，你哪次给我考好过？你要不想好好上学，那你趁早跟我说，省得我在你身上浪费钱。那我就心甘情愿的让你在家当个废物。我不是废物啊！你说话有点难听了啊！怎么难听了？伤人。我伤人吗？张伯饶，我现在不骂醒他，等他考不上好高中，上不了好大学，惨遭社会毒打的时候，你看他找谁哭去？还有你，你不是负责他的学习吗？他怎么就能学成这样啊？50分！人家秦瑶年年全区前2名，你说说你跟秦鹤鸣走得那么近，我不奢望你在工作上面能够帮帮我，就在教育孩子方面，你能不能好好跟人学一学？胡哥，您微信上说让我帮个小忙，我不太明白，我能做什么吗？我想要星星酒庄。什么？胡哥，慌什么？当经理的人了，一点经理的样都没有。我跟你说，小半个产区的货源都捏在我手里。现在唯独缺一样，就是身份，一个合法的身份。给那小丫头带个话，从今天开始，她将买不到1颗产区的葡萄，她将没酒可酿。只要把酒庄给我，价钱随便她开。小米同学，我是你的好朋友。我今天考试考砸了，你能跟我说说话吗？
郑小米，郑小米，小米呀，爸爸知道，妈妈呢，她说话比较难听，爸爸知道，受委屈了。但是，妈妈呢，是真的在为你的未来考虑。喂，跟爸爸聊聊。徐静，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啊？之前齐路还跟我说你有难处，让我多关心关心你。现在看来不是你有难处，是你给我送难处来了。我也没有办法，我只是个传话的。传话？酒庄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不知道吗？我为了酒庄付出过什么，你不清楚吗？我知道。你去告诉那个虎子，他就是捧一座金山来，这个酒庄也不会给他。好的，我知道了，谢谢啊。郑阳，你抓紧时间去一趟海关，有一批进口的原酒被暂扣了。目前暂扣的理由是未如实申报货品的数量。你去之后找一下张科长，先搞清楚这批酒到底是什么人进的。局长，这批报关单上没有收货方信息吗？海关怀疑啊，这个公司只是一家皮包公司，在替别人顶雷。好，我现在就去。李所长你好，我是秦鹤鸣。魏军现在羁押在什么地方？有些情况想向他了解一下。小浩，哎，姐咋啦？再拿一瓶酒。好的，马上来。你快一点儿！来了，姐来了。姐，咱别喝了吧，喝这么多了，咱再喝。要你管，把酒给我。我喝酒，你看他干嘛？行，那你们慢慢喝，慢慢聊。哎呀，今天这什么日子呀？总酿翘班也就算了，连老板都来我这喝酒了。你跟他说，他不是要走吗？还来这儿干嘛？不是你俩离这么近，说不说？那个，他问你来干嘛？你跟他说，都可以背着我从外面进葡萄，管我在这里干嘛？他说你管他干嘛？你跟他说，我为了酒庄好，我有错吗？不是你俩这。他说有错吗？你就告诉他，本地的葡萄酿出来才是本地的酒，真不知道假不知道。你跟他说，我已经很努力了，那没有葡萄怎么酿酒呀？你的坚持和气节能够当饭吃啊？你跟他说，就说说个毛线说，一个在这儿，一个在这儿，怎么声音传播的速度跟不上啊？总共离得没有20厘米远，我是隔音玻璃还是电话线？有什么事情自己说，大不了今天我不营业了，你们两个打一下吧，好不好？来，打，来。我已经很难受了，他因为葡萄的事情，他跟我生气。徐静还有多人来递话，说什么要吞掉酒庄。我就想喝个酒，怎么了？你还要吼我？你跟他是哪一伙的？哎，行了，我当然是你这一头的了。谁要吞掉酒庄？要你管！行，我跟你道歉，对不起。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啊？不信你掐我一下。啊！
大好哎！哎，看着都疼。婷婷，您好，您好，我是葡萄花卉局的郑阳。您好，郑科长，您要的报关单马上给你送过来。太谢谢了。科长，这是您要的报关单。郑科长，您看看。哎。魏军怎么交代的？他说有个叫刘双虎的，曾经跟他一起贩卖过勾兑酒，圈子里的人都叫他虎哥。根据郑阳从海关拿到的信息显示，这个刘双虎有重大嫌疑。你打算怎么做？跟公安部门联合执法，一举打掉这个犯罪集团。与此同时，联合工商质检部门在产区内开展一场针对葡萄酒产销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的严打行动。齐路也跟我联系过了，他说他跟一兴会全面配合我们。不行，这样太危险了。我也劝过，可是他们听不进去。后来我一想呢，与其让他们冒冒失失的参与进来，干脆就让他们跟公安部门合作吧。一来可以有效地保证他们的安全，二来可以增加抓捕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那一定要保护好他们的安全，不能有任何闪失。您放心吧，我会的。别担心，秦局长都安排好了，一会儿就按我们说好的来。走吧。虎哥呢？虎哥怎么没来？什么意思啊？不是说好了见客户吗？怎么回事啊？对不起，庄主。哎，你们干什么？不要冲动，要相信警察。抓我干嘛呀？开车，打电话，开车。就你这样还想要我的酒庄？你凭什么？死丫头，嘴还挺硬，签不签？做梦！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当我虎哥是吃素？虎哥，有话好好说啊，虎哥。徐静，没事吧？没王法了，你凭什么打女人啊？打女人，我弄死你们！回头，回头，住手！你敢报警？哎，齐路，齐路，齐路，对，你动。齐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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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路。胡
强盗，你们怎么能让齐路冲出去呢？还受了伤。我知道这件事情是我疏忽了，我没拦住他。以后这样的事情绝不能再出现了。我知道了，我会的。那个叫徐静的怎么样了？他没有参与违法行为，就直接让他回家了。你怎么了？是不是痛啊？不用，坐着吧。你是不是傻呀？为什么突然冲出来？你知不知道会没命的？我就是怕你有危险，所以没想那么多就冲出来了。傻瓜！我要不是傻瓜，谁天天操心你？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疼不疼？不疼，不疼。早知道你像现在这样，当初就应该答应让你辞职，走了算了。让我走了算了，那谁保护你？你舍得让我走啊？你是不是饿了？我知道你在顾虑什么，但我不相信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没关系，我等你。反正我们两个有大把的时间，慢慢好。我们打掉了一个魏军，又冒出个刘栓虎，以后还不知道再冒出个什么人来呢。我在想，既然酒庄的经营者们普遍反映原料供给困难，不如从根本解决问题。犯罪分子固然可恶，但如果我们工作到位，他们就不会有可乘之机。运动式的执法不可取，表面看声势浩大，但实际效果怎么样呢？我看是要打个问号的。既然这样的话，我建议啊，对刘栓虎被捕的消息进行封锁，一举把他背后的经销商、黑作坊，以及上游的供应商全都给挖出来，一网打尽。我同意。另外呢，我已经跟魏学成同志沟通过了，他愿意拿出5万亩葡萄，以成本价支持产区内原料短缺的酒庄。好啊，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立法草案我已经在准备了，那么你呢，也去准备相关的材料吧。什么意思？虎子的事情因为我而起，如果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被卷进来，七公也不会受伤。我自己做错的事情，我自己认。这里面是我这些年攒下的所有的客户资料，只要做好日常维护，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你所谓的认错就是辞职，你给这个资料是对我、对酒庄的赔偿吗？这些是我目前能够拿出来的所有了。如果你还不满意的话，你可以提，我尽量做到。你先坐。既然你提到赔偿，那我们就来好好算一算。你也算是酒庄的老人了，从我爸当庄主那会儿，你就在酒庄。刚来的时候，你好像什么都不懂啊。对，那时候我刚毕业。
酒庄培养你这么多年，把你从一个初出茅庐的毕业生培养成现在年薪20万的销售部经理，还不算提成和奖金，这份栽培你打算怎么赔偿？我是酒庄业务能力最强的，这些年我给酒庄拉了那么多的业务。行，就算你拿业务相抵，那我爸突然出车祸，我临危受命扛起酒庄，即便当初你和魏军始终同一条阵线，我依然愿意相信你，把销售部经理的重任交给你。这份托付你打算怎么赔偿？自从你当上销售部经理，我给你充分的工作自由，充足的决策权，从来不干涉你们部门的其他工作。这份信任你打算怎么赔偿？还有啊，这几年下来，我不说自己是多好的老板，但我对你们每一个人都付出了真心。你们每个人在我这里不单单是员工，还是家人一样的存在。我把你当家人，当朋友，这份情谊你怎么赔偿？徐杰，如果你真的想赔偿的话，那你应该做的不是辞职，而是继续留在酒庄，加倍的工作，加倍的努力，用实际行动向我证明你知道错了，你还是酒庄的一份子，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的逃避。徐杰，我知道虎子的事情，你心里觉得对不起我们，你也担心今后在酒庄很难再开展工作。但是我希望你好好的想一想，酒庄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欧阳一星对你来说到底算什么？当然，如果你听完我今天说的话依然决定要走，我绝对不会拦你，也不会影响你的前途。但如果你觉得我是你的家人，是你的朋友，我希望你留下来，我也请你留下来，我需要你。庄主，我其实不想离开你们，我没有想到我做了那么多的错事，你依然愿意把我当成家人，选择原谅我。哎呀，我从今以后死心塌地的跟着你干。如果我徐静再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我出门就被车撞死。呸！胡说八道什么呢？把这个收回去，把眼泪也收一收，要让别的人看到了，以为我扣你工资呢。谢谢你，真的。你说的啊，死心塌地。死心塌地。来，你看看这个。我有个想法，希望你组织一个内部讨论会，就草案的具体条款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这个会呢，不要局限于酒庄的经营者们，所有的从业者、关联者，比如葡萄种植户们，也应该纳入到征求意见的范围内。我明白了。庄主，内部讨论会这么好的机会，你怎么就不去呢？在下象棋呢，想要赢的话，一定要走一步看三步。若要是只顾着眼前这一步啊，那定会是铩羽而归啦。庄主，我是说内部讨论会，你怎么看？陈副厅长和秦局长的本意是好的，想让组织听话，就要给他们必须前进的动力。想要靠他们自主行动，难了。嘿，将军，这一盘你又输掉了啊！哎，爸，这次的内部会议进行的怎么样了？不怎么样，一拨人在那儿说点漂亮话，走走过场，没什么实际意义。
怎么会呢？这秦局长和陈副厅长把立法的事情看得那么重要，这就走走过程啊。他们呀，初心是好的，想把大伙儿呢都聚到一块儿，哎，听听大家伙儿的意见。可坏就坏在这上面了。这是为什么？你想想他召集的人呢，咱们酒庄的人，销售、种植户和产业所有相关的人，这些人，既是一个相互依附的关系，也是一个相互矛盾的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那张三如果说句话，可能就涉及到李四的利益；王五说一句话，赵六这买卖没法做了。又都是在宁夏地界上做葡萄酒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对不对？谁也不会得罪人的。哎，所以大伙儿就说点漂亮话呀，无关紧要的话呀。可你说这些东西对老秦有什么帮助吗？那看来秦局长他们想要顺利的推进立法有难度了。反正这么搞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再想辙吧。夜空，流星划过美丽的虹，银河里星星点缀苍穹，我在凝望茫茫天幕心动，思念随着你的脚步升空。曾经彩霞飘动万里晴空，阳光唤醒了春天的梦，山川大地变得郁郁葱葱，眼前处处都是风情万种，仰望神秘的星空，爱恋故乡繁华不再懵懂，心儿飞向那多彩的世界，在黄河古道边寻梦逐梦，寻觅往事的行踪，美丽的梦还留在记忆中，心儿飞向那灿烂的天空，我要为你献上岛上